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叉社新出的这款加速，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G1 点卡游记小队的加速器。说起来，这个角色也是特别的冷门，它并不存在于 G1 的这些动画之中。在当时的 G1 玩具包装上边都会有那种点数卡，你可以把包装上的那一小块剪下来，然后攒到一定的分数，寄回给官方，官方就会通过邮寄的形式给你发回来这些玩具了。当然，对于邮寄限定的产品来说，特巡队、加速器、排挡杆、传动轴这3名成员也被誉为游记小队，在 G1 收藏里边是相当稀有的存在，也是让老 G1 收藏迷们非常怨念的一个点。但说实话呀，G1 的老玩具我们可以从图片里边看一下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入选动画的角色。我感觉可能最终产品的实物表现并没有想象的特别好吧，所以并没有选择通贩发售，而是变成了一个这样的邮寄限定的产品。那我们来看这一次叉社终于把这个冷门的题材做了出来。盒子的外包装并不大，纸品方面说明书、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配件内容会带很多的特效件以及车顶插的这把枪。另外，人形的2把武器是可以收纳在底盘下方的。先来看一下车型的展示吧。哇，如今叉社对于这些车型的制作、还原度，包括一些内饰的刻画，都是相当用心的。整体的漆面非常的漂亮，红红的感觉，但明显也能看到车顶窗户这一块、车门这一块，因为使用了透明零件上漆，所以和车身上边会有一些色差，但拿起来还是非常有分量的。叉社的东西挺压手的，合金的轮毂。橡胶的轮胎，滚动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包括车尾这一块的刹车灯和转向灯，涂装刻画都相当的棒。前方这里内嵌了2个透明零件的左右转向灯，是橙色的，但因为这个红色底色太红了，映的不明显。然后下方这里有一个波动的扣子往内压，上方的跳灯可以弹出来。喂，就很萌。两侧的车门都可以打开，里边的内饰刻画也相当的漂亮。方向盘包括真皮座椅的这种感觉也有刻画出来啊，填得满满当当。靠背以及坐垫上边也有纹理的刻画，只不过中间这里有一个轴啊，你就无法贯通过去了。放一个大亚克隆的小人，感觉尺寸应该差不多啊。下方这里可以把腿顺下去。当然，作为加速器的一个噱头，飞行模式，我们可以把顶盖拆开，后边这里翻起来2个造型件，然后把前方的这个边缘掀开，翻出这2个炮卡住，翻到底盘来，2个翅膀，这里边有档位，滑出来。好的，这就是它的飞行效果。哎呦，说实话，这个飞行的效果，感觉和轮胎有那么异曲同工的意思啊，就是车加2个小翅膀。当然，这一款你还可以把它的特效件装上去了，这样才是这款加速器的飞行姿态的完全体。总觉得反正怪怪的，长个翅膀的车倒是G1玩具里边的飞行形态还真就这样。然后进入咱们的变形过程，首先翻到底盘来，把2个武器从这孔里边拔出来，打开2个翅膀，往上翻，整个的捅上去，抠下来这2块板子，接着开车门，然后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棍子啊，把这小棍子的卡扣掰开，哎。我们顺着打开后方这一块红色的零件，整体的翻起来它。现在呈现一个炸开的姿态，然后顶盖拉开前挡下方的这2个卡扣，整个的滑道拉松。这里先折一下吧，腾开空间。我们先把胳膊往出拽一点点，注意这个下方有一个小的卡扣，这里是你在从人变车逆变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点，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遮挡手臂上边的座位下方镂空的地方，让这个底盘更干净一些啊，掰得整齐一点。好，连同轮子我们同时往上转，
在旋转的过程中，注意这个边缘倒角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只让开一点点就可以了，这个地方过不去的呢，不要把这个角崴到。撇开一点空间，主要是为了让这个脑袋顺势180度翻到外面去。先把它让出去，哎，转这个轮子，先把轮子转横。从这里看吧，非常关键啊，要通过这一段的双折叠关节让出来一个最大的空间幅度，同时呢，你再配合着旋转一下上方的这个角度，让过来，从这个口里边把这个角顺出来，不然就会刮损到了。好的，挪上来以后放下来，拧到正确的角度，肩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把这两块先往起立，左右打开腰部，上方的这片板往前折，这两片落下来，注意小的方向盘稍微往里落一下，胸口就可以放下来了。我们先把这一块结合好，让它固定上位置。头部旋转一下，立起来。解决完了上半身，先变成这个样子啊。我们把腿部拆开，这里需要来回的让空间。你变完一块，不是说一次性能变完的。打开以后，从这里边折出来下方的这个插扣，打开，然后把脚丫子整体的顺开，让出大腿的活动范围，180度旋转，挪出来。一条腿腾出来以后，另外的一条腿就好出了呀，这块就不会有干涉。翻到腿肚子来看，有一个小细节不要忘，中间这里啊有一个小的红板儿，挡肉的零件，把它折过去，然后脚丫子旋转下来，脚后跟往后拉，脚尖这里稍微放平。接着顺着这个关节往下放，摆到正确的角度上。注意看这个地方有几个小零件啊，往下折，让这个凹槽落在一起。同时这一块往回折叠这个钩，把这个板子缩回来。板子内侧这里有一个小的三角区，打起来，盖上，让这些卡扣刚刚好吻合咬在一起，这块填肉挡上。好，一条腿就变完了。小腿这一块变形完，脚踝中间还是挺空的，这块有窟窿，等于是一个框子，把它重新反包了一下。上下全部变完，我们可以开始处理背包。根部的滑道一定要拉到底，下方的这一块90度往回折，折回来的同时注意它的卡扣位置。上边的这个卡豆要卡在腰的后方，所以这里的弯腰关节一定要弯下去啊。然后把中间的这个带转轴的圆盘处卡在这个凹槽上，这样完全的把它顶起来。再有就是旋转这一块小方块零件，中间有一个洞，要穿过银色的这个插销，把它们两个连接在一起，这样才算插到位。另外的一边捅进去，腰部的结合才算是挂住了，这样就不会松散开。最后胳膊的变形，拉伸它的手腕，旋转到正确的角度，指头打开，然后双关节把这个手肘搓过去，靠背的地方滑道往内缩，这里折一下，完全的贴合过来，让它变成了手肘的地方。门盖下来，中间的插扣卡住，然后这一块翅膀在往回折的时候啊，就要注意，原先我们在飞机形态下或者汽车形态下，这一块是横过来的，在折以前，肩膀的这一片拐弯处，先把它定到和关节平行，再往下落。这里边还有卡点，让这个地方拼得方起来，翅膀折回去。最后小枪掏出来，折一下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上这个小一点的特效键了。可动方面，头部360度的旋转，
脖子是独立的关节，哎，这个轴还挺紧的。根部因为变形的需要，也稍微能活动一点点。肩膀360度旋转，平举，没有问题。而且变形的需要呢，这个地方甚至有蝴蝶关节，135度左右有了。四指打开，拇指打开是变形的需要，手腕左右可转，而且有一个上折的关节。腰部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，同时因为变形的关系啊，还能稍微的进行一点弯腰的活动。前踢可以踢到很高，没有问题。后踢也完全不会影响，但是感觉这块胯的零件会往前顶出来。侧踢也可以踢平，撑的力度也可以了。大腿根部可以旋转，变形需要膝盖有双关节，也能弯到135左右。脚踝有一个非常长的脚后跟，合金的零件，稍微有一定的接地幅度。但变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把这个小板子翻起来，不然不翻的话，脚踝这块就太空了。本身来说，它腿肚子后方这里就已经空一个大窟窿了，前方这里如果不遮盖一下的话，就会有那种贯通的光过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次叉寿的这款加速，或者叫它G1的名字加速器。本身来说是一个特别冷门的角色，主要的侧重点我觉得还是这些G1的老迷友们对这个游击小队特别怨念的一种感受吧。而且好在就是他出这个角色，应该目前来说不会有什么人跟他撞车的，但最后处理的效果嘛，车型做的相当的不错啊。驾驶室啦，一些小的细节啦，甚至当时加速器的噱头，两个形态的展示，飞空小车的那种感觉也能做出来。各个方面在车型下涂装细节展示的也都不错，但人形略显得空洞啊，身上有很多的穿帮的地方，比如说腿后边、脚踝这么大的一个大窟窿，让人感觉有一点不太爽。而且背包左右横穿过来有一个贯通的大窟窿。但最终人性的可动素质和修完了美型以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可能在这个角色上面还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横炮加轮胎的身影出现吧。总的来说是一款解除怨念向的作品啊，属于小众的G1粉丝们的收藏推荐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叉社的加速就是这样了。